1939年4月16日23点，中蒙边境哈尔河东岸苏军阵地遭日军空袭。日本关东军与苏蒙联军在中蒙边境克什腾和哈尔河发生血战，苏军节节败退，日军士气高涨。日军企图在中国西线越过哈尔河击败苏军，以蒙古为跳板，向莫斯科进军，从而完成瓜分世界的膨胀野心。1939年4月16日23点18分，日军特遣队越过哈尔河，向苏军团部发起突袭。1939年4月16日23点21分，苏军团部电讯室，日军夺取玛利亚密码机。Быстро собирайте свою силу и не жалейте смер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бы вернули мою рассылку Мари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чтобы вернули. Я даж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Огонь!
1939年4月16日23点30分，苏军伏击日军特遣队，夺回玛利亚密码机卫国。Идиоты! Два идиота! Как они смогли опозорить доброе имя Красная? Это же пятно на нашем знамен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тправляйте телеграмму в Лаарский окружной комитет. Пусть помогут нам переправить шифровальную машину в Москву. Так точно. Стойте! Еще. Дайте телеграмму Дзия.是你。子牙，请务必夺回被日军劫走的玛丽亚密码机，老爹。这回，老大哥真的是遇到困难了。爸，玛利亚密码机这么重要吗？玛利亚密码机被苏军誉为胜利之魂，日本人做梦都想得到它。既然如此重要，那日本人怎么会轻易的就拿到了呢？我也没想到啊！哎，苏军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日本人把密码机给抢了，如果密码再给破译了，苏军就等于光着屁股跟日本人较量。难怪 C 局长给我发电报，可想而知他已经急到什么程度了。估计日本人这2天就会把密码机运回拉尔，应该会在这儿。1939年4月17日21点，东北抗联支队伏击日军，截获玛利亚密码机卫国。立即给东京发电，让专家迅速赶到拉尔，修复并破译玛利亚密码机。嗨！哎，有苏温的消息吗？有。怎么样？死刑。什么？和数字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关在这个鬼地方很无聊。还是玩玩数字游戏，打发无聊的时光吧。2页尾数相加不等于10，凶等于10，死不了。求求你了啊！我不是要9，也不是要11，我要的是10。9，温先生。报告，进来。刘副处长，怎么了？看样子好像失眠症又犯了。暗头泪毒，难以入眠呢。生命乃大，工作可缓，
去陆军医院看看吧。去了，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我正想向机关长告假。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在绥芬河一带有一个专治失眠的神医，精通灸术，据说是可以妙手回春。我对中医略懂一二，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把把脉。我这怎么敢劳机关长大驾呢？都是为了帝国的事业，不用客气。阴虚火旺，心肾不交。鄂文瑞，你还有别的病吗？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你是我的左膀右臂，不可缺失，身体要保重。去找那个神医吧。多谢机关长。1939年4月22日，中苏情报部门决定合作。哎，先生，一路辛苦了，请上车吧。鄂文瑞起草了尖刀行动方案，奔赴莫斯科，与苏军情报部门紧急磋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尖刀行动跟我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苏文呢？很遗憾，你可能见不到他了。什么？老家伙，你炸我！局长先生，我正式的通知你，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司机先生，请你把车停一下。停车！你疯了！你们没有诚意，打着合作的幌子出尔反尔。我不这样，怎么向中共拉尔地委交代？你都快60岁了，这驴脾气还是一点没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了，快说说我们的合作计划吧。合作都谈不上，哪儿冒出来的计划？请你来是谈合作的，不是让你来摆脸色的。在见到苏文之前，我就这么一副面孔。说实话，你恐怕见不到苏文了。После повтор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дел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во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признана доказанной вин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Советск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имени Ленина Су Вэнь, обвиняемого в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 老同学，你真的是见死不救吗？老同学，我实在无能为力，请理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решено отказать в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и ходатайства Су Вэнь и оставить прежний приговор смертной казни в силе. 你想干什么？这里是情报局，不是你的警察署。老将军，
我不得不说，你是个天才。这仿佛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它了。这是苏军情报系统内所有中国面孔的勤工资料，你挑一挑吧。不用挑了，人我给你挑选好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苏文身上浪费口舌了。我也再强调一遍，这个计划没有苏文，它就是一团废纸。你的意思是，你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做出的正确结论吗？伟大的列宁同志曾经教导过，在昨天看来正确的东西，今天未必就是真理。我们要有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1939年4月25日8点，苏军总司令下达停止对我执行死刑的命令。进来。警部长，狐狸密电。樱花，苏文未执行死刑，情报局正重审苏文。狐狸。警官长，属下认为，这份情报极其重要，应该及时归档。我警告你，我是情报局长，有权决定谁执行监调行动。你别忘了，我是中苏双方同时任命的联合协调小组的组长，你只是提供建议的副组长。要知道，推翻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决定，我们两个都是要掉脑袋的。这个计划不光能保住你的晚节，也能保住苏文的脑袋。这里应该是 C 局长的办公室吧？你一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应该乘坐的是苏制吉斯轿车，从卢比扬卡监狱出发，经过列格林纳河、包罗维茨丘陵，再经过莫斯科河、亚历山德罗夫花园、天使教堂、伊凡大帝钟楼、多林宫、枢密院大厦，最后进入亚谢涅沃，来到了苏军远东情报局楼下。这楼里边对我唯一感兴趣的人是 C 局长您。您之所以对我感兴趣，是因为您的老同学鄂文瑞先生的造访。上帝啊，您这是怎么做到的？我通过车轮的声音得到一组数据，通过这组数据推断出了距离，
通过距离得出了结果。当然了，涅格林纳河的汽笛声、亚历山德罗花园的鸟鸣，以及天使教堂的钟声也帮了我的忙。Достаточно. Снимите с него маску. Она ему больше не нужна. Хм. 局长大人，您还是慢了一点。电报的内容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不可能的。经过激烈的激战，苏蒙联军的损失是阵亡1005人，伤亡100人，病亡10人，失踪20人，损失飞机20架，T-26型坦克10辆，装甲车5辆，汽车100辆，摩托车201辆，马匹968匹，还有炮械、枪械、刀械的损失，我还要报给您吗？够了。根据这些损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苏蒙联军是遭到了突袭。不要胡乱猜测。丢了孩子的人往往容易着急上火，头脑不清醒。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苏蒙联军要小心再中了日军的奸计。你说的对，我觉得有必要重审苏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Скажите,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алкоголя у него в крови? На каждый литр крови приходится 200 миллилитров спирта. Это сколько надо выпить? Если взять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это 2 бутылки водки на голодный желудок. 2 бутылки много. Это ужасно много.克不了的困难。苏北先生，请如实告诉我们，你跟佐佐木是什么关系？我和佐佐木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同学，多么浪漫的称谓！这有什么可浪漫？又不是女同学，我跟她是在学习竞争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你知道吗？佐佐木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他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士兵的鲜血。你依然要和这样的人谈友谊吗？你还要跟他称兄道弟吗？要知道，我们正是通过佐佐木才发现你通敌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亲爱的局长大人，你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也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吗？还包括一位女同学。您需要我说出她的名字吗Да я сейчас тебе увеличить ему дозу.
钱包是被经过特殊加密处理的，如果没有与玛利亚密码机配套的密码本，恐怕短时间内无法破译。短时间是多长时间？可能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甚至什么？甚至永远也无法破译。按照惯例，密码机被截获，对方会实施一段无线电静默，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样。既然苏军方面没有实施无线电静默，这就验证了玛利亚密码机不被破译的传说。没有不可被破译的密码机，至少在大日本帝国没有，绝对没有。我就说一说，局长同志，您吧，你新洛夫、安纳托利、康斯坦、西诺维奇中将，生于叶卡捷琳堡。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的父亲酗酒，母亲偷人，你做过路边的报童，洗浴室的跑堂，咖啡店的伙计。你在20岁的时候，在咖啡店门口英雄救美。你痛打了一个偷女孩钱包的货儿。那个女孩的父亲是苏军政治保卫局下边一个处的主任。那个女孩，因为你善良、勇敢，就死心塌地的跟了你。你的仕途从此平步青云。但是有一件事是你是最大的遗憾，因为你在浴室跑堂的时候得罪了一位客人，被人家踢坏了你的下体，一辈子都不能生育。够了！你是魔鬼！你是魔鬼！老同学，没有让你失望吧？有时蘑菇也会成为天使。也许这是玛利亚密码机被抢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天。苏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同学，你给我说说。他是有着坚定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你确信将尖岛行动交给他？就像当年那个在面包店门口被抢的女孩相信你一样的相信他。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向苏军总司令汇报尖岛行动吧。苏军的西线战争将全面围绕尖刀计划展开。老同学，你我的担子不轻啊。苏文呢？我已经把他送回鲁比安克监狱了。你。哦，上帝！难道在情报局他还没喝够？鄂先生，没跟您说我的酒量。佐佐木是一个极其难对付的人，他是一个脸谱识别专家，他能清晰地记住与你交谈的所有表情，从而推断出你的心理变化，是谎话还是实话，是真实还是虚假，是潜意识还是障眼法。他又是一个疑问专家，
这个世界上只相信自己，这种相信有时是一种病态的相信。他坚信自己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即便是错误的，他也能找到解释的理由。也就是说，他太过自负。他还有一个习惯，当手指敲动13下，戛然而止时，对方的灾难就会到来。以我的判断，佐佐木是个十分孤傲的人。我跟佐佐木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各门成绩应该是不相上下，有的时候他还会超过我。他始终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肯屈身拉拢你，说明他知道你的价值和身份。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说明情报局肯定有内奸。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这个人甚至经常出现在我的身边。佐佐木平时每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0下，可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神变得温和了许多，眨眼的次数也在提升，每分钟15下。这就说明他一定是心怀鬼胎，而且他做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干了什么？他送给我一双皮鞋。他平时这个人很小气的，从来不送给我礼物。你收下了吗？我肯定不能要啊，可是他非得给我，我没办法，就暂时替他保存了。哎，如果组织上一声令下，我马上上交。为什么？我想利用同学的关系跟他搜集情报。情报工作向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做的没错，谈谈你的收获吧。我终于搞清楚了，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特殊的情报。什么情报？他是想跟我打听一位失散很多年女同学的下落。佐佐木主动接近你，表面上跟你打得火热，最终是在询问女同学的情况，却迷惑了很多人，让人误以为你们在交换情报。这看似无足轻重、轻描淡写的先手，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力拔千钧。佐佐木瞒天过海，达到了借刀杀人的最佳效果。当我想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回日本了。是吗？我可以向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发誓。老将军，非常感谢你的顽固，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苏文，真是谢谢你。我同意组长大人的决定，让苏文执行剑道行动。你觉得合适吗？我感觉这个年轻人就像我的孩子一般，我非常喜欢他，我被他的魔力吸引了。他是执行剑道行动的不二人选，好马配好鞍，谁做他的联络员合适呢？Ученица Гатчинской высшей стрелковой школы Дин Джидзи. Я! После 5 курсов секрет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нятий утверждена по все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на отлично. Допущена к выпуску. 就是他了。老同学，你觉得呢？老家伙，眼睛够毒的。Да. Но главное – это работа. Работа по сбору ценной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У вас для этого ес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навыки. Но во всех внешних ситуациях вы должны себя проявлять как 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женщина. 这是我强项。Мы дадим вам хорош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красного специалиста. И я ручаюсь. Кличка Булади. Выйдите из тюрьмы. 我恨你，也恨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等你这样的人？请你给我一个答案。爱恨情仇是个谜，只有出题者才会知道。怎么会是你？怎么不会是我？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儿？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垃圾同志，你疼了。知道了，向婉菊同志，请配合。 老弟，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布拉吉同志是谁？这重要吗？我是尖刀行动的执行者，我有权利挑选我的搭档。我是尖刀行动的负责人，有权安排我认可的人执行尖刀计划。我请求组织换掉布拉吉同志。为什么？就别问我为什么了。小马军，你是上战场，不是入洞房。樱花，苏文已被释放。狐狸。苏，过来，给你看见宝贝，把门打开。这就是令人梦寐以求的玛利亚密码机，其机理极其复杂，只有专家才能解释清楚。现在日本人得到了一部破损的密码机，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复。短时间内，他们应该很难破译。你别忘了，日本的工业很发达，日本人也不是笨蛋，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破译密码的可能性犹如利剑悬空。 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都会因此而改变。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苏文，那就麻烦你亲赴一趟拉尔，把密码逐步的交给敌人。什么？把密码交给他们，让我帮助他们破译情报？ 苏文在临行前被俄国人释放，这一定是个阴谋。难道我做的局被俄国人识破了？既然这个强大的对手阴魂不散，那就绝不能被俄国人所弄。 日军也不满足，在亚洲称霸，在中蒙中苏边境加强了战略攻势。即使在中国东北的克什腾前线，也重屯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西方面军的总指挥，就是你和佐佐木的共同老师，松原太郎。如果松原得逞，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局部战争就会迅速升级。 他们会立刻进攻苏军，跟法西斯分子疯狂的瓜分世界。苏文，抗联的命运现在也到了生死关头。什么？抗联支队被敌人围困在密林当中，带队的正是你的三弟。那为什么不派部队救援啊？这是敌人的围点打援之计，企图把来救援的所有的抗联部队全部吃掉。身为指示，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摧毁敌人的阴谋。苏文，只要你协助苏军完成总攻计划，我们就会痛击日本猴子，解救被日军围困的抗联战士。要我怎么做？你应该找个恰当的理由回到中国拉尔。我们身边有日本特务为佐佐木通风报信。你还没到拉尔，佐佐木就会嗅到你的踪迹。 佐佐木不是在日本吗？不，
现在在拉尔，他现在是拉尔特务机关长和伪满警察署的署长，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就有密码吸引住敌人的眼球，我们全力配合你，把经过处理的情报送给敌人，让敌人产生绝对的信任和依赖，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最关键的时刻送给敌人一份假情报，给敌人致命一击。这就是尖刀行动。尖刀行动。总共的暗号是收官。苏，你来做尖刀行动的执行者，面对面跟敌人交锋，把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在这次的行动当中，你的代号是旗手，记住，旗手这个代号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启用。你平时的代号是小马驹。你用小马驹这个代号跟老爹我保持联络，我们要跟敌人唱一场双簧。我了解佐佐木，他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进来。机关长，狐狸密电。樱花，苏文有掌握玛利亚密码之前，狐狸。在我的记忆里，苏文仿佛被数字灵魂附体一般。无论是在东京士官学校的食堂、宿舍、教室，还是在野外，只要有数字出现，都会被苏文的大脑瞬间存储，并冲刺他的血液，让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能挖掘出与数字相关的故事。宛如一支水乳交融的热恋之歌。只有过了佐佐木这一关，指挥日军作战的松原太郎才会彻底相信玛利亚密码机传递的情报。这是尖刀行动的细节。这里面有10套密码本。熟悉后要立刻销毁。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计划有漏洞，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你说什么？狐狸的情报是准确的，但他的判断是犹豫的。为什么？以苏文的记忆能力，不是有可能掌握密码，而是完全掌握了密码。专家团已经修好了玛利亚密码机，可何时攻克密码，得到苏军的情报却是个未知数。既然苏文是个活密码，那我们何不想办法把他弄来为我所用？机关长，您有什么顾虑？俄国人为什么释放苏文？因为苏文是个天才。这个理由很勉强。也有可能，俄国人经过重审，发现苏文是清白的。战事吃紧，时不我待，我这就带人去莫斯科把苏文密捕回来。莫斯科是俄国人的地盘，我们贸然行事，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有去无回。为了帝国的利益，忠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愚蠢！敌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愚蠢，佐佐木不会相信我给他的密码，他知道我的身份。我有个建议，讲。如果我主动投怀送抱，佐佐木就会疑神疑鬼，浮想联翩，到最后，一定会毁了尖刀行动。讲下去，要让他主动来找我。小马觉得我赞同你的想法。您先别急着赞同，佐佐木这个人你还不完全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佐佐木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强盗。
上帝，对手如此强大，我们就没有应对的办法吗？只要他认为密码在我的手里，他就会想办法把我弄回拉尔。你的意思是，我们一静制动，先让佐佐木出账？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子牙同志，你觉得呢？分析的有道理。明天你就和布拉吉举行婚礼，假扮夫妻执行任务。让他跟我一起去拉尔。不，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受你的启发，还是让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吧。既然我们不能到莫斯科把他抓回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拉尔把他请回来。请回来？怎么请？是备车，还是备轿？你简直让我无话可说。难道车子、轿子太奢华，给他备自行车？这么思考问题，简直让人发疯。请机关长明示。记得列夫·托洛夫斯基吗？当然记得，那可是和列宁齐名的重要人物。在俄国有一个大人物非常讨厌他。如果我们让苏文跟他产生某种联系，结果会怎么样？那苏文不得不逃离莫斯科，寻找活路。如果俄国人知道苏文逃了，肯定会更换密码，那样我们的希望也就落空了。那就预先给他找个替死鬼。机关长，我又多嘴了。你终于长进了。苏文，我这次外出是以看病为由辗转到这儿的。为了不引起佐佐木的怀疑，我明天必须回国。祝你顺利。鄂先生，我想打听一下我太太敖梅在拉尔的消息。我也有几年没见她了，不过你放心，组织上一直对她很照顾。曾经劝过她来拉尔生活，但是她一直不愿意离开奥鲁村。谢谢组织对她的关心。苏文，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Счастья вам. Спасибо. 这是我的出行报告，请您过目。偏方管用吗？用了偏方略有好转。如果治标不治本，就去东京吧，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感谢机关长的关照，我可以工作了。特高科367的案子已经有进展了，我们要立即行动。是。Товарищ Теренков, мы пересмотрели это дело 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что товарища Сувена незаслуженно обидели. Я объявляю это дело закрытым. Извините, генерал, этот китаец очень скользок. Неужели вы позволили ему перехитрить себя? Вот взгляните. Эту книгу мы нашли в жилище Сувен, под матрасом его кровати. Перманент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Лев Троцкий. Господину Сувен. 曾让全世界无数工人敬仰的红色克林姆林宫，在冬日的苍茫中显得萧索和暗淡。А Сувен читает эту литературу, да еще прячет под матрасом. Да он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Отдайте приказ,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Немедленно арестовать! Есть! Разрешите идти? Идите. Все, Матюнь, ну вот и настал твой черед. За ним!进来。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苏文正在逃亡的路上。军官长，料事如神。樱花，苏文乘火车逃亡，目的地拉尔。狐狸。苏文君啊，没想到莫斯科一别，本以为永生不得相见，没想到我们又在拉尔见面了。军官长，苏文向拉尔逃来，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苏文是个狂徒，降服、甄别，再堕他也。您是怀疑他来拉尔的目的？如果没经过甄别，就是我们的亲人都不可信。属下这就部署。苏文，你被捕了。谁是苏文啊？你认错人了。举起手来。是我为什么要举手？负隅顽抗，格杀勿论。你喊什么喊？吓着我！机关长，怎么办？这并不是最后的防线。上。是。
什么玩意儿啊？这么多人打一个，不玩了。苏先生，辛苦。不辛苦，折腾半天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脑子有毛病啊！带走，快快！快点，快点，快点！经理，干爹，这是给您开的药。这里是警察署，不是家里。注意称呼，注意影响。是，鄂副署长。还有事吗？干娘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他老人家了。你哪儿想你干娘啊？你是想她做的红烧肉了吧？干娘和红烧肉两样都想。你媳妇儿回娘家了，你干娘也去看你姥爷了，他们都不在，最近没干点什么别的吧？儿子是什么人，您最清楚。您就算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啊。啊，忙你事儿吧。是。干爹，又有什么事儿啊？昨天我出外勤的时候，看见中村他们抓走一个人。这什么稀奇的？这次不一样，看样子是条大鱼。哦，是条什么样的大鱼呢？依照挺讲究，估计是个有学问的人，可身手不凡啊，像个练家子。要不儿子去打听打听。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遍，日本人的事儿你少掺和，别引火烧身。忙你的去吧。是。苏文都安顿好了，已押解老虎桥刑务所，派人严加看管。打开。除了面包，什么都没有。你认为还会有什么？密码机。蠢货，拿去。密码机。
独特，非常的独特。机关长，我们该如何甄别苏文？苏文是列宁技术学校的教官，普通的甄别对他不起作用。先杀杀他的威风，让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先暂时变成哑巴。属下明白。苏先生，请坐。苏先生，饭菜是否可口？我都坐这儿了，你就甭跟我绕圈子了，说吧。你来拉尔有什么目的？拉尔是我的老家，我回来看看。苏先生，你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聪明过人，别人都是笨蛋。我说我回老家看看，没说我聪明过人啊。哦，我回拉尔不是看看老家，看你。你是谁呀？哪个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苏先生，你来拉尔干什么？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哎，你说就你这智商，你怎么当上科长的？啊，去喊你上司去。智商？我智商有什么问题吗？你这是瞧不起我。属下无能，无法使苏文屈服。他开口了吗？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看来我得亲自会会这个老同学了。陀佐木，你终于出场了，摆什么谱，装什么孙子？就让我们从这儿拉开帷幕，一决雌雄吧。佐佐木，苏文君，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这可真是见了鬼了！这，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有一种不太友好的称呼，日本鬼子。哎，你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我那意思是说，你应该在东京啊，你怎么跑拉尔来了？但我从你的表情上已经看出来，你知道我在拉尔。哎呦，你现在这脸谱识别术又有长进啊！一见面就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是不是？我说对了。对个屁呀！行了，你就说你怎么来的拉尔啊？实不相瞒，我也是刚刚接到的命令，从东京来拉尔任职，今天第一天上任。第一天上任就能跟这儿见着我？哎呦，你说咱俩真是太有缘分了啊！哎，那你现在什么军衔啊？怎么没穿军装啊？我虽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但更是苏文君的同窗好友，在你面前不用穿军装，穿便服更亲切自然。哎呀，你说见着你我可就有救了啊！哎，这个啊，把刑具打开。哎呦呵，哎呀，嘿，你说这可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嘿，您是人上熊，我这是阶下囚啊！苏文君，话不能这么说。你雄才大略，一旦委以重任，前途一样光明。什么前途啊？嘿，要不是遇见你，我现在这手还铐着呢，
说不准哪天就把我给枪毙了。净说丧气话呀！在这儿有我的，就有你的。什么意思啊？这样吧，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痛饮几杯怎么样？你是说，你能把我跟这儿弄出去？在拉尔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咱们先沐浴，再叙旧，如何？好啊！哎，你说这要是洗完了澡，再美餐一顿，明天做鬼也风流。领吧。走走走。干爹，我怎么就看不懂呢？看见跟机关长在一起的那个人没有？啊，那个是囚徒苏文。昨天俩人还拔刀相见呢，今天勾肩搭背的洗上澡了。你说这日本人搞什么鬼花样啊？国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让你不要。干爹，您放心，干爹，我不趟这浑水，我开车去了啊。舒服。这儿用的都是清冽的山泉水，拉尔城的人以到这儿沐浴为荣。一般人可没这个福分。苏文俊啊，以后做一个这儿的常客吧。做这儿的常客。试探，还是老套路。哎呀，你说咱俩都坦诚赤裸相见了，何不把忧烦一吐为快啊？这赤裸相见啊，也不代表着没有地位之分，是吧？这光着屁股都一样，可是穿上衣服，咱俩人差距那可大了去了。不过今儿个见着老同学，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真是我的知己啊，那我就洗耳恭听了。想吃点好的，可是你知道我这身上没钱。来人，去拉尔莫斯科风味餐厅。哟，莫斯科餐厅，哎呦，那可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来到这家餐厅，听着熟悉的音乐，吃着可口的牛排，我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同感。那段时光虽然短暂，但是让人流连忘返。每每想起跟苏文君在一起的情景，我这心里就有一股暖流。可是我每次想起你来，却是泪流满面。我在东京的时候，听说你因我而入狱，我就暗自发愿，如果今生还能见到苏文君，我一定力所能及，尽力补偿。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1921年5月30日上午11时26分，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307宿舍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佐佐木君。苏文君还记得我们见面的具体时间，看来苏文君是一个怀旧的人。是因为你，我才会记得这些。你的勤勉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尤其是你的记忆力。你那脸谱记忆识别能力，同样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那时候咱们成绩平分秋色，不分上下，跟你做同学，我真是找罪受。有句话你应该知道，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敌人。苏文君的意思是你成就了我？不，我的意思是，你成就了我。那我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呢？我现在是你的阶下囚，你说是朋友就是朋友，你说是敌人，那我也就只能是你的敌人。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还像曾经一样纯洁，你愿意吗？你觉着我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吗？
为什么来拉尔？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来拉尔？被俄国人追杀，走投无路，回乡避祸。又是你的人在陷害我，是不是？事情都已然这样了，说这些还有意义吗？实话跟你说吧，虽然你还能呼吸，但你已经死了。我真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这些年我是出生入死啊！甭说我没有那本书了，就算有，我随便翻着看看，这又能说明什么？想不通，我真是想不通。但想不通又能怎么样呢？我不能跟这儿窝囊死，我得回莫斯科跟他们说清楚去。你这都是酒话，我就当没听见。酒话？哦，你觉着我喝这点酒就喝多了啊？接着喝。好，咱们老同学见面，喝个痛快。醒醒吧，苏文军，到了。这么快就回到监狱了？这不是监狱，那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家，以后你可以经常光临。你家不就是我的家吗？当然得经常光临了。哟，房子够气派的啊！乖女儿。爸爸，您喝酒啦？您是谁呀？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您？他呀，是爸爸的同学，是苏文叔叔。初次见面，还请苏文叔叔多多关照哦。哎呦，这孩子可真乖，叔叔喜欢。叔叔，要钱干嘛？第一次跟孩子见面，我这当叔叔的总得有个见面礼啊。哎呀，别数了，拿来。来，姑娘，拿着啊，这是叔叔给的。谢谢叔叔。谢谢叔叔。不客气，不客气。叔叔啊，跟爸爸一样也喝酒了，改天再陪你玩啊。嗯，真乖，去吧。哎呦，真乖，这孩子。苏文军，请吧。哎，好好。苏文军，请。这个就是我的卧室。好。哎，这钟的时间不对啊，我帮你。哎，别。千鹤就是在这个时刻生下纯子去世的。哦。哎呀，想想当初念书的时候，千鹤对你那真是好啊，又是帮你洗衣服，又是做饭，我也没少跟着沾光。可是你呀，老是对人家爱答不理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最后我不还是被他的痴情打动了吗？哎呀，千鹤真是个好女人啊！记得在帝国士官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同室而眠。今天，我们就还住在一起，好好畅谈一下过去。好啊，这显得多亲热。这都是上天的安排。头上3尺有神明，是不是上天的安排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天在看着咱们。没错，在看着我们。
窥视。佐佐木，你还是老毛病。好久。现在向您播报刚刚收到的战报：昨夜在巴音一带，吴满洲帝国至威武之师，在大日本帝国皇军鼎力协助之下，奋勇作战，全歼敌俄整编师，而我军毫发无损，大获全胜。捷报传来，广大拉尔市民深受。行了，别听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哦，全歼苏军一整编师，日军毫发无损，这仗都打成神话了。苏文军，不管怎么说，俄国人现在是强弩之末，中国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这总是事实吧？别再心存幻想了，早为自己做打算。就我现在这样，我能怎么打算啊？活一天是一天呗。对了，郝美有消息了吗？10多年没见。听说已经死了，是真的吗？临了没跟他见一面，真是对不住他。你的眼神告诉我，郝梅没有死，这里面一定有奥妙。他一定在怀疑敖梅的生死，不能让他找到敖梅。一旦敖梅落入他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挑了，这挑快把我儿子整懵了。怎么是你？我是来找我女儿卓雅的，你让我进去吧，我就想看看她。卓雅，那个丫头早就被卖掉了。你们把她卖哪儿去了？这事我哪知道？你们怎么能把她卖了呢？那是我的女儿，你们凭什么说卖就卖呢？你们是人吗？这事你跟我说不着。那叫你们当家的出来，我跟他说清楚，凭什么把我女儿卖了呀？没人管这事儿，你走吧，还啥？你快点，我跟你说清楚。快走，快走，快走！你出来，出来跟我把话说清楚。我女儿被你们卖哪儿去了？苏文君如此不幸，我真替你难过。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怎么振作？做个交易怎么样？什么买卖？只要你协助我工作，条件随你开。哎呦，你现在也做生意啊？别装了好吗？难道你不希望这样吗？这样咱们也不用刀兵相见了。我跟你是有感情的，你看我怎么对你，你都看见了。攻心，小样，陪你玩玩。其实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密码是吧？没错。
那玩意儿现在搁在我脑子里边也没用。你对我不薄，给我点时间好吗？好，不着急。多谢机关长，您太客气了。我这次让你来呢，是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个难题。请机关长吩咐，属下愿意效劳。前几天我们抓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是16天前，这个人叫苏文。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但是犯下了死罪，遭俄国人追杀，所以逃到了拉尔。拉尔是苏文的故乡。我跟这个人是士官学校的同学。机关长，看在昔日友情的份上，对他热情款待，把他安置在家里。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那他愿意合作吗？很犹豫。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组织尚有余情，这也符合常理，否则我也不会这么款待他。机关长甄别的方式真的是与众不同吧？但是时间紧迫，我们等不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开口？机关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叫苏文的最担心我们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如果我们打消他这个疑虑，就会水到渠成了。所言极是。帝国从东京请来了顶尖的科学家来破译密码，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你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科学家身上？那，请机关长决断。就差5个了，就差5个了，你们在哪儿？我掘地3尺，要把你给你们找出来！